我那时候会觉得蛮奇怪，就是别人的妈妈跟我们家的妈妈不太一样，就是别人家妈妈都是穿套裙嘛，就是很艳，因为以前的妇女都是这样穿。可是我妈妈，我从来没看过她穿裙子，她都是穿西装裤、白衬衫，所以我也觉得我妈妈跟别人家的妈妈不太一样。呃，我是童平安，那今年54岁，64岁，对，之前是女同志啦，现在算跨性别这样。我从小就是比较好动，那而且我从小也知道说自己喜欢女生，那可是那时候的感觉都只有异性恋嘛，那就觉得说，我不可能跟女生在一起，那我就比较就是隐藏自己这样。那后来长大之后，有遇到一个同事，他是一个 gay，他就说，你应该是女同志，那而且你比较阳刚，你应该是 T。慢慢的越来越认识自己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好像跟那些 T 不太一样，可是那个不一样，我不太知道在哪里，又不太清楚。可是我又发觉我跟他们不一样。进到那边之后，上了一些课之后，我那时候才慢慢发觉说，我可能是跨性别这样。如果只有两种性别的话，我会比较倾向于我是男生。对，我现在自我认同也是男生。对，因为我爸是算意外过世，他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就出车祸。那时候我妈不在，我妈去南部，我又一个人跟那2个宪兵跑去龙斗去看我爸爸。那时候医生就问我说，他头被撞到了，就是要开刀。他问我要不要开，那我当然是我要开啊，因为我那时候还高中毕业，我什么都不懂，医生说要开刀，我能说不开吗？我当然说好啊，开刀。结果开完就过世了。爸爸过世第2年嘛，第2年我妈又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就是女生在台湾工作赚不了什么钱，所以那时候蛮流行，很多人都会跑去日本工作。我妈就是要想去日本工作，那去日本工作是你要先办护照嘛，要买机票啊，要怎么样？他就标了一个会，就11万，就拿了的钱，就办出国去日本这样。那段期间他几乎很少回来，那也没有什么拿钱回来养家啦。那时候就是我跟我弟弟他们就是相依为命这样子。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蛮苦的，心里就会有一些怨恨、抱怨之类的。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后来我把它压抑下来，所以妈妈就是非常的不谅解，就会开始抱怨，就是心情又不太好，就是火气很大这样。就是阿阿嬷的女朋友，那本书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啊？其实对我来讲还蛮重大的意义，因为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对那本书那么的重视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来乐店的时候，刚好出了一本海洋童年巴士那一本书，就是访12位男同志中老年男同志的书。我又看到一个老大哥在那里讲过他们的人生经历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又在录影在后面讲过，奇怪，同志为什么只有男的没有女的？我那时候第一个观念就讲过，为什么只有男的没有女的？工作人员跟我讲过，其实他们刚开始也要防女的，可是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女恩。那时候我就立志说，我跟他讲过，我小时候我妈妈那些
结拜的那些都是女恩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？又很多啊，把那些人找出来又有了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过要来做一本女恩的。后来我们 A 本书一直中间过程，因为我们做了8年，就是中间也有差一点难产，就做不出来，因为找不到人嘛。就讲过家里反正有一个加点访一下也好，凑个人数。所以那时候就访我妈妈啊，访了之后，我有特别看了一下那个逐日鳌，我那时候感觉就是他不是我想象那么窝囊，或者是想象那么不负责任，或者是我对他某一部分的误解全部就是化为乌有。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和解。和解跟原谅的差别在哪里？原谅是说你那件事好，我就当过去了，可是我里面还是有伤痛，可是和解就会把这伤痛抚平。他的整个过程里面，在那个还是日遇时代，不是夜夜时代，日遇时代，他能活成这样也算是不错的。就是很做自己，就在那个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们还是勇敢做自己。他们以前就是会分挺好跟挺稳的嘛，就是比较阳刚的就是挺好的，那比较女性化就是挺稳的。可是他们因为他们喜欢女恩，可是他们要跟女恩有一个差异性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形状。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，他们有些人说他们会模仿男恩的穿着，其实不会，就是他们会把自己装扮的比较帅气，大家又会一起玩。那他们那时候又会形成团体，他们那时候有13个人，所以他们那时候被称为大桥头13太妹，就是一群人。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性，就是大部分都是什么看歌仔戏啦，要不然就是去酒家啦。他们那时候因为到处都有演，就是酬神嘛，就是拜拜啊，什么庙会啊之类的。那他们就会说，朋友住在云林或者北港，他们要做拜拜，那我们就会有一群人跑去那边吃拜拜。那去那边的时候又吃拜拜是晚上，可是我去的时候可能是白天，白天没事做，他们就会去借人家脚踏车嘛，就骑脚踏车去晃晃。啊，他们如果有遇到喜欢的女生，想要认识那个女生，他就会骑脚踏车去撞那个女生，就是不是真的撞她了，就是去A 丢，那个女生就会吓到。我妈妈就说，如果那个女生吓到，她看到你都没有骂你，那个女生就可以交往，所以就可以到处，应该是到处留情啊，到处认识女生。所以活动范围很大。很大，所以他那时候全省18个女朋友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下跟妈妈出轨？其实我们的出柜蛮奇特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他讲过我喜欢女生，或者我跟他交的是我女朋友，我们没有，我就直接我交女朋友就会把女朋友带到我家，就会跟妈妈一起吃饭，或者是让妈妈认识她之类的。那我妈妈都不会批评这个女生怎么样，可是她日后又会说这个女生怎么样之类的，她会跟我讲，那我就会不想听，因为她都会说这个女生走路又不好看啊，或者是这个女生为什么不去交男朋友啊？就是讲这些，我就会觉得很生气。我会想过，她既然是我女朋友，要去交男朋友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她的话我不想听这样。有一次她跟我出柜，因为我也从来不会问说你跟那个阿姨到底什么关系，我也不会问，因为我们都是看在心里就知道了。那是有一次，她又跟我讲过，他们以前交女朋友从来不花钱。一句话又听得很不爽，
我在想说，为什么邀女朋友不用花钱？你至少要请她吃饭吧，你要请她看电影吧，对不对？要带她出去玩嘛，为什么不用花钱？然后后来我看他读日熬之后，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们以前梯很少，就物以稀为贵嘛。就像梁山伯祝英台、杨丽花演二来义，很多人就爱丢银子啊，我让阿嬷就爱丢银子，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虽然是女恩，可是她有男恩的形象，而且她又比男恩温柔体贴，所以很多女恩就会很爱慕他们嘛。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是说，我长大之后我要学那个侠客一样，背了一把剑，骑了一匹白马，就到处旅行这样。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伟大，也是会有。像我去丽江，你会看到那个我们在船，你要看那些石头，那些风景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好像蛮伟大的，就是那种感觉是你想象不到的，那么壮观。当你看那么多东西的时候，你觉得人其实没有那么伟大。那你人生最难过的一天呢？难过的一天，难过的一天应该是我亲爱的朋友走了，或者我的亲爱的弟弟走了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？为什么他们会走了？对，我会事后会很难过。年纪越大，就是你遇到的事情也蛮多的。有时候，当然我们一直往前的话，不往回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啊没有怎么样，就是一直往前。有时候你回头看，你还会害怕。可是你往前的时候，你就根本就是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你就一直往前。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我硬到因为20几年了，就是有时候也会蛮觉得说，哎，我不是还上网，还在播耶，还在寻找说，哎，女同志在哪里之类的，怎么已经20几年了？你就会有那种我没有想要留下什么。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有一群跟你同心合意的同伴，就是他们可以陪着你一起往前，这是蛮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一群应该说很自在，然后他理解你，你也理解他们，不用担心太多，不觉得危险。对，而且你在他们面前，你不用伪装，不用去虚假，不用去隐藏，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。